你知道美国有超多科技公司的 CEO 都是印度人吗？像是 Google 啊、微软、IBM、Adobe 等等，到底为什么印度工程师会这么的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印度工程师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几年，印度工程师称霸美国科技业的现象讨论度一直都很高。2023年The World of Statistics 呢在 X 上面发表了一篇贴文，整理了一连串的美国公司但 CEO 呢是印度裔的名单，里面呢就有将近70%是科技业。而这篇贴文呢到现在已经突破了2000万次的流量，2.7万次的转发。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呢还留言说令人印象深刻，显示出讨论的热烈。而另外一方面呢，网络上面有很多的梗图在描述这个现象，像这账号就用了电影《三个傻瓜》的画面改图，调侃呢只要应征者是印度人就很容易被录取。那这个美国科技业的高阶主管呢，有大量印度人的现象，也在美国社会引发了两极的看法。有些人乐见其成，认为印度裔的 CEO 确实很优秀，擅长适应美国的企业文化；有人批评印度人的管理风格跟美国的职场格格不入。甚至还有人认为印度工程师呢是靠关系走后门才能够在美国就业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们会来讨论看看，印度裔的高阶主管真的比较多吗？如果是真的，印度人又是怎么样称霸美国科技业的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跟我一样有减重复胖的惨痛经验呢？记不记得去年我和减重名医宋叶人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能带你根据体质避开复胖地雷，让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你不再因为3餐外食、没有空运动等等原因让体重回到原点。课程首先呢会带你掌握外食判断指南，一眼就能够根据食材的类型与烹调的方法来找到好吃、便利又能够瘦的日常外食。而如果想要杜绝复胖那就一定要认识影响减重成效最关键的荷尔蒙体质，根据体质调整作息与饮食来减重，就不用勉强自己疯狂的运动节食挨饿，更不用担心一旦松懈就迅速的膨胀复胖。现在外食减重学好评开课咯，限时的优惠呢是75折，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 STAYFIT77 还能够再折500元，赶快一起加入吧。2024年，美国驻印度大使提到，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强的公司里面，有超过10% 的公司 CEO 是印度移民。甚至他还说，过去大家会开玩笑的讲说，印度人没有办法当美国公司的 CEO， 现在是如果你不是印度人，就不能够当美国 CEO， 显示说印度人在美国产业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其实，如果从整体的调查数据来看，美国科技业的高阶主管当中，白人男性还是占大多数。The Business of Tech 的报告还说 ，IT 产业的领导阶层呢，有将近 90% 都是白人男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不是白人的那一群 CEO 当中呢，有印度血缘的比例呢，可能真的比较高。2019年，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发表了一个研究，他比较东亚裔还有南亚裔谁比较容易当上美国的 CEO， 就发现了，虽然美国的东亚人口比南亚多了 1.6 倍，但南亚裔当上 CEO 的比例却出奇的高。如果用2010到2017年的数据计算，我们100万个在美国的南亚裔就有 2.82 人是 CEO， 但东亚裔只有 0.59 人。到底为什么南亚裔更容易出头天呢？针对这个现象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首先是专业背景的部分，在南亚国家，尤其是印度，非常重视培育理工工程领域的人才。再加上印度内部竞争非常的激烈，只有最优秀的人才才有机会透过留学或者专业签证进入到美国，所以能够进到美国工作的印度工程师本身的背景就已经是一时之选。再来呢，目前全球大约有 30% 的软体工程师都来自于印度，同时有很多的企业会把软体工作外包给印度公司。那为了要有效的沟通部分的美国企业就会更愿意的聘请印度人担任高阶主管。此外，也有人认为语言也有影响，英文是印度的官方语言，这可能会让印度人在美国职场沟通更加的顺利，同时也提高升迁的机会。可是英文好的东亚移民很多嘛，讲到专业能力，东亚工程师也不一定比较差，为什么印度人担任 CEO 的比例会比东亚人高这么多呢？有些人认为地缘政治因素可能也是重要的关键。目前在美国工作的东亚人，中国人数最多，但美国政府把中国当成重要的竞争对手，对于印度的关系比较友好。所以呢，比起中国人才，美国企业可能更愿意提供升迁以及发展机会给印度裔的员工。再来，也有人认为人格特质也有关系。印度的文化向来鼓励人们积极的提问辩论，这让他们更能够展现自信跟口才，在职场当中更加突出。
而且前面提到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也发现，南亚工作者呢更容易成为 CEO。最重要的差异是呢，比起东亚国家的人他们可以更坚定、更有自信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这个特质呢，这是美国文化当中要成为领导角色的重要关键之一。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印度裔的 CEO 并没有刚刚说的这么好。有些人会批评印度裔 CEO 管理能力不佳，太过专制，导致工作的环境紧张，甚至害员工离职。还有人怀疑印度裔 CEO 呢会优先拉拢印度同乡，形成内部的小团体，而这不只是排挤其他国家的员工，还可能让公司失去多元性，导致团队的创新能力下降。去年底呢，就有个律师在社群平台分享，他太太的公司来了一位新的 CEO 是印度人。这个印度的 CEO 呢，不止把创办人赶走，还把公司的高层都换成印度人，并且把很多的业务外包给人力更便宜的印度公司。接着，这位印度 CEO 呢，还用 COVID-19 为理由，把员工的薪水暂时降薪 10%， 甚至呢直接裁员 15%， 有很多的资深员工都被迫离开，客户的满意度也直线的下滑。而这个贴文呢，在 X 发布之后，在网络上面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有超过800万次的浏览量，甚至呢还有媒体转载。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自己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状况，这并不是个案等等。而他们除了批评印度裔 CEO 的管理方式很有问题，也很不满印度人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这个抢工作的不满呢，可能要从美国的工作签证制度开始说起。印度人到美国工作主要是用 H1B 工作签证，而这个签证呢，每年只有85000个名额，竞争非常的激烈。除了会要求申请者必须要有学士学历，同时申请者的雇主呢，也要同意给申请者跟美国劳工相当的薪资，才能够由雇主协助申请跟抽签。不过网络上面就传出呢，有很多印度人钻漏洞取得了签证。例如，有些印度人呢会透过美国境内的空壳顾问公司，让这些公司假装是雇主，帮他们申请签证，并且提供薪资证明。实际上呢，他们并没有在那个公司上班，薪资也是写假的。还有人爆料，空壳公司呢会把同一个职缺给一堆的印度人申请签证，或者是帮一个印度人用不同的假公司送出一大堆的申请，想要拉高抽中签证的几率。甚至有人发现，某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申请工作签证的人数，居然比 Facebook Amazon 这些科技巨头还要多。2024年时呢，就有3位印度人在法庭上面承认，他们在2012年到2017年之间钻了制度的漏洞，让印度人呢用违规的方式申请到工作签证。很多人就批评这些靠着不正当手段进到美国的印度人，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因为对于美国企业来说，雇佣这些印度人不止没有繁琐的行政流程，也不需要保障他们跟当地员工有相同的薪资水准。在成本的考量之下，他们就会更愿意的雇佣他们。那有人担心长期下来可能会导致美国本地员工更难找到薪资合理的工作机会，甚至还可能会被取代。那这些不满的声浪呢，再加上2022年的裁员潮，开始让印度人称霸美国科技业的情况有了变化。2022年起，美国科技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裁员潮。因为疫情的红利消退，全球经济放缓，很多的科技业为了缩减人力成本而裁员，导致大量的工程师失业。根据媒体报道，大约438家科技公司已经裁员了137000多名的员工。这个消息对于印度工程师来说更是重大的打击，因为裁员不只是换工作而已，还可能呢关系到他们是否还能够继续的留在美国。按照规定，拿 H1B 工作签证的人一旦失业，就必须要在60天的时间找到新的工作，不然就要离开美国，严重影响他们的职业发展以及竞争力。除此之外，美国近期的签证政策变化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削弱印度人的优势。2025年开始呢 ，H1B 工作签证提高了申请费用与审查标准，申请费用呢从原本的$10提高到$215，而纸本申请费呢也从$460提高到了$780。这让很多公司聘雇外籍劳工的费用增加，而且流程呢也会更加的繁琐。有人认为这可能会让这些公司开始倾向聘雇当地的劳工。而且今年1月初呢，川普阵营也针对 H1B 工作签证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支持川普的反移民人士认为呢，除了要处理非法移民也应该要提高 H1B 工作签证的限制，杜绝钻漏洞的问题。但同样支持川普的科技业老板们，例如马斯克，反而认为应该要开放更多的 H1B 工作签证名额，才能够让科技业继续的保有竞争力。那目前川普对于这部分的看法还没有定案，后续结果可能还需要持续的观察。我们一开始注意到这个议题主要是因为它看起来很有趣，我们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美国科技业的 CEO 会是印度人呢？那当我们查资料之后呢，才发现对于很多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感受并不只是印度人好厉害这么简单，而是有更深层的情绪，特别是印度人抢走了我们的工作的这种不满。
对于美国人来说，想要获得一个能够进入科技产业的学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根据2022年的统计数据，只有37.7% 的美国人拥有大学以上的学历。但在科技业这种高度竞争的领域，大学甚至是研究所学历几乎是基本门槛。这代表着有很多人，他们可能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啊、钱，甚至背上了贷款，才好不容易得到学位，获得进入科技产业的门票。结果却发现到有部分的人钻漏洞，获得了同样的竞争机会，这难免呢会让他们感到不满，加深了对于外来劳工的敌意，甚至也可能会抹杀掉其他依循的正当管道，努力脱颖而出的印度工程师所付出的努力。像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社群留言会直接叫印度工程师滚回印度，而这样的情况呢，也让我们看到了美国社会的矛盾。一方面，美国科技业仰赖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让他们呢在全球维持龙头的地位。但另外一方面这个依赖呢也影响到了美国当地人的竞争优势以及就业机会，变成了争议的来源。那到底要怎么样平衡各方的利益呢？目前可能也正在考验着刚上任的川普政府。最后，因为今天的主题比较复杂，我们虽然尽力的查资料找研究，但可能还是有疏漏的地方，非常欢迎大家留言帮我们补充。那如果有美国的观众的话呢，也很欢迎分享你的观察跟经验哦。好的，那我们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是怎么样看待印度人在美国科技业崛起的呢？我觉得这是印度人自身实力的展现，很值得敬佩。比我认为文化跟专业结合是很关键的因素哦，这很有趣。所以我不喜欢印度人会优先拉拢同乡的文化，就会影响到企业的多元性还有创新。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印度工程师在美国崛起。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积电的美国市场争议以及竹子天花板。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